号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哦，黄河和峡谷，湖泊和沙漠，草原和盐田，星空和银河，而当这些神奇的元素综合到一起，这就是鄂尔多斯。其实相对于旅途中的景色，有的时候反而是这段旅程的出发更加可以让人兴奋，因为它预示着你将会踏足未曾抵达过的陌生土地和全新的人生体验。萨拉 ，I know me， 在呢。我要换电。在我找到的结果里选择一个吧。换电泊车开始了。如果你有新疆自驾游的经验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个特别舒服的座椅，对于这种长途驾驶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这次我们有了新的伙伴，蔚来 ET5T， 这次就由他陪伴我们一块儿去鄂尔多斯。I know me， 我来了。导航到鄂尔多斯，然后把空调调到25度，再把天窗调到最暗。都办好了，领航开始。600公里之后，经过这座跨越黄河的大桥，我们也终于到达了鄂尔多斯。而接下来就是一段行驶在山巅的绝美公路，群山绵延起伏，像凝固的海浪，一层层向远方推开。越过山丘，黄河则犹如一条碧绿色的丝带，蜿蜒曲折地飘荡在准格尔的这片大地之上。虽然它并不湍急，只是在这里静静流淌，却形成了这段落差达到100多米的断崖峡谷地貌。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人见过黄河，也可能有人见过峡谷，但是见过黄河大峡谷的估计是很少。黄河就流经整个这一片区域，形成了一个太极这样的图案。这儿也是晋、蒙和陕3省的交界。站在这儿其实就有一种人杰地灵的感觉。说我们就要挑战菲拉达，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感觉你这个像是要赴死去，轻松一点你。我先替你打个样。对，因为要飞无人机，所以说你先上，我随后就到。我就自己走了吗？是，让我有点害怕呀。背对着黄河往下退。这个是垂直90度的吗？对。拜拜，加油啊！啊！太刺激了！我也觉得刚才我下的时候90度，在我的前面是一节钢丝，我要走过去。我去，看来就是从这个位置爬过来的。一会儿我也要从这个位置爬上去。脚下那就是黄河，那里边的山，然后还有在这趴的人。啊，好晃啊！你别晃，不要晃。黄河菲拉达，你脚底下就是黄河。和它的落差大概就是100多米吧，你相当于是在悬崖绝壁上一点点往这儿挪。在我的前边又是钢丝绳了，后面是我来时的路，看着都好险。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再来了。这人真这么多哦，大家一定要给我1键3连，要不我就要吓死了。我这一会儿得弯着腰从那下去。站到一个这样突出出去的小石头上，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必须走完这一趟，只能靠你自己一直往前，然后最终到达终点。我眼前就是碧绿的黄河，看我脚下，我靠！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菲拉达了。这石头，让我感觉它随时都有松动的迹象啊。
看我的位置。其实我最佩服的是建这个菲拉达的人，太厉害了。在旁观者的眼里，这里是绝壁，但当你俯瞰脚下，这只能是一条向前的通道。铁索、崖壁、钢缆、悬空的天梯，只有把犹豫留在悬崖，把恐惧扔在风里。而当你习惯这一切，回头再看，似乎也没有那么艰难。这就是菲拉达，它不是登顶者的游戏，也没有征服的快感。你能做的，只能是直面自己的恐惧，然后一路向前。顺利完成啊！这说实话还是个体力活，你得咔咔往上爬的时候，你得用劲儿，尤其是往上的时候，它有时候负角度。什么是负角度啊？就是垂直往上，但是有的时候你是后背你是往后仰着，然后往上再爬的。对，你有时候是这样爬的，所以你体力也得好。看透米，我在。帮我查一下关于鄂尔多斯达拉特光伏基地的信息吧。让我想想，鄂尔多斯达拉特光伏板图形电站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处于库布齐沙漠中段，为国家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项目，装机规模达100万千瓦级。电网设计中，利用均码头的图形布局，将数十万块光伏板排列成均码形状，并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是世界最大的光伏板图形电站。这个才像漫画里的云呢。感觉到了这个游戏里的末日小镇那种感觉，不知道为啥，好像这个小镇是被荒废了一样。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饭馆，现在这里有一个修车店了。看这里以前还有一个足浴呢。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中间如果说是有一个地方突然出现一个龙门客栈，也不奇怪。400米，来到了世界尽头，远当前到有一个被遗忘的地方，感觉就是一个。经过这段沙土路，我们把车开到了距离这片工业盐田最近的地方。虽然这里看起来已经废弃，但丝毫不影响这犹如天空之镜一般的梦幻场景。而大地在这里被分割成真正的调色盘，乳白、翠绿、湛蓝、深紫，各种无法形容的色彩和纹理，一块一块的闪耀在阳光之下，构成了这世间最抽象的画卷。恍惚间，突然无法分辨脚下是湖泊，是大地，还是悬空的银河。可能青海的天空之镜、察尔汗啊这类的，它
比较有名的。但是内蒙，我竟然没想到它也有盐田，而且一点也不输青海的盐田，因为它这个盐田颜色更加丰富，什么颜色都有。尤其是我身后这个盐田，它特别的像我们今天1T、5T 的颜色，净空粉。我特别想问一句，未来的研发老哥是不是在这儿得到了灵感，所以开发了一款叫净空粉的呀？真简直是一模一样。有可能是吧？对。车窗外翻涌的乌云像是要压到地面，敲打在车上的雨点儿将整个世界都卷入一场恢宏的交响。但也总是在这样极端的天气里，才能孕育出最极端的景色。草原在这里向我们展示的不只是壮美，还有一种最原始的力量。闪电时不时撕开苍穹，偶尔定格穿行其中的我们，但我们也只不过是大自然用狂烈书写成的篇章中那最不起眼的一个标点。然后我们现在是从盐田到千岛湖，哇，有一个闪电拍着了，应该是。明明是那边正在下着大雨，但是中间却有一块天是蓝色的，周围还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哇靠！我去，简直了！这种地方开车，心情能不好吗？除了火锅，开车在这样的大草原上走一圈，也是能治好一切的。我去，拍着了！我感觉这个航拍真的是跟赴死的勇士一样，冲向了这个雷电。这定向岩石嘛，它一直在往那边。哇！哇！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千岛湖这儿了，它还不属于一个正规景区，而是那种私人的草场。以前打个电话就可以进，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什么特殊原因吧，打电话了之后说是不能进，车是不能进的，但是人家说是可以进的。哦，那方便吗？方便，我就比较感谢您。旁边就是沙丘。我这，我去。太刺激了，这一直没有那枪。哎呀！这是我们第一次碰见这样的景色。看我的车窗外，我的天空，蓝天、沙漠。本来以为我们是就外边飞航拍就可能进不来了，没想到咔进来了。更没想到的是，我们还往里头走这么远。看我身后的景色，我去，下边是湖，中间是水草，再往上就是沙漠沙丘。据说这里头还有鱼呢，咱也不知道。但是在沙漠之中形成这种湖里头会有鱼吗？
沙漠之中有很多小小的湖泊，这种地貌还是没有见过的。这里不是海，而是黄河在沙漠留下的礼物。千岛浮水，如同散落在荒漠中的翡翠，在金色沙丘和黄河水之间闪烁，一半荒凉，一半温柔。它记录着生态复苏的奇迹，也写满了湿地重生的故事。轮胎碾过沙土的交界，孤独而辽阔的天地，就像是整个世界只属于你一个人。窗外是从绿色到金色的过渡，直到一望无际的沙丘蔓延到天边。不多的游人，孤独的路和更加孤独的树。而这一次的转弯，随着落日，我们也交织在这微小却又伟大的画卷之中。而在夜晚降临、万籁俱寂中，这里只有星空如幕，银河如诗。